在中国的擂台上出现了惊人的一幕，中国选手竟暴怒使出了百年难遇的倒立断头台。这一幕让所有观众都看傻了眼，一旁的裁判也不知所措。对手在断头台的威力下，不到5秒就直接拍手投降。随后，这个招式被赛事方直接禁用，只因它的杀伤力实在太大，一旦失手，很可能给对手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这个差点被掰断脖子的老外名叫杰西·保罗，是一位菲律宾选手。而咱们中国选手之所以在擂台上如此暴怒，使出如此凶狠的招式，是因为在赛前，这个菲律宾选手竟然指名道姓的喊话，称中国功夫不堪一击，甚至还不如菲律宾传统武术的一根毛。他因为在菲律宾发展的不好，所以心生仇恨，见不得别人好，到处叫嚣惹事，以拉仇恨的方式来制造热度。不过很显然，这次他是踢到了铁板。因为他这次要面对的中国选手来自内蒙古，是一位人狠话不多的草原战士，名叫阿拉腾黑利。他从小出生在大草原，在摔跤方面天赋过人，无论是体力还是爆发力，在普通人面前都堪称跨级别的存在。这次面对叫嚣惹事的菲律宾选手阿拉腾黑利，更是信心十足，要在比赛结束前好好教训他一番。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直接来到比赛现场。可以看到，穿着红色短裤的这位就是我们的内蒙古草原战士阿拉腾黑利。而他的对手则是来自菲律宾的杰西·保罗。主场作战的阿拉腾黑利开局后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似乎根本不打算把比赛节奏让给对方哪怕1秒钟，更是完全掌控了擂台上的局势。不过我们也能看出，两人的打法差异很大，对手虽然速度较慢，但出拳威力较大。战绩呢不是多经历的赛局，但是他其实对咱的这个理解方面训练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有一定的稳定。杰西·保罗是一位来自于菲律宾的悍将。菲律宾的传统的项目是拳击，还有菲律宾一直都非常强的泰拳以及武术散打，以及近些年来也是进步神速的地面缠斗的功力，也是让菲律宾相较于对手，阿拉腾黑利的出拳速度明显更加频繁，而且他的身体灵活程度也远远超过对手。从当前的局势来看，两人的实力差距确实非常大。如果菲律宾选手只有这点本事的话，那么这场比赛估计在首回合结束时就已经大局已定。好在他现在还有不少时机可以把握，如果他能及时调整，说不定还能将比赛拖入到第2回合。但从我们的中国选手阿拉腾黑利这方来看，在取得点数优势后，他这种灵活的打法会更加有利。杰西·保罗这样一位全面的格斗大师，毫不畏惧，可以说是能够站立跟杰西·保罗对拼。有很多的摔跤手在转型 MMA 之后呢，有的是更加偏于缠斗，有的呢因为深知自己深厚的缠斗的功力，而有的选择跟对方站立对拼。刚才黑利啊，这几个后手重拳也是有打到对方，然后有一定的优势。连续拳，然后接。这位名叫杰西·保罗的菲律宾选手，在以往的比赛中表现平平。他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在每场比赛之前，总会与对手制造一些矛盾，以此来提升比赛的热度，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只是这种挑衅的方式，在咱们中国选手面前似乎没什么效果。大家都明白，赛前叫嚣无非有2种原因：一是真的有矛盾，二是为了扰乱对手的心态，在比赛中获利。不过很明显，两人此前并不相识，此次是菲律宾选手在叫嚣，其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干扰阿拉腾黑利的心态。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中国选手与其他人截然不同。这次他算是踢到了铁板。4拳之后呢，表示一种不服，而且是你来挑衅的一种姿态。所以说，对于阿拉腾黑利这场比赛的自信心，阿拉腾黑利现在是处于上位。刚才阿拉腾黑利也是终于在长时间的站立换拳状态结束后，阿拉腾黑利果断地将比赛带入到了地面阶段，因为地面才是他最为擅长的领域。果决的阿拉腾黑利根本没有给对手任何反抗的机会，直接在地面获得了优先控制权。不管是站立状态还是地面状态，他都有着绝对的把握。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正被他压制的这位菲律宾选手，其比赛经验可是相当丰富的。这一番举动，不知道是他在扮猪吃老虎，还是真的实力被压制。总之，阿拉腾黑利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这个位置对于杰西·保罗来说非常危险，因为他的身体已经被阿拉腾黑利的2个腿勾进去，他身体的各种反转都会被受到控制，而且呢，他看不到黑利的动作。最危险的就是黑利可以从这个位置实施背后的绞杀技。黑利这时候其实可以考虑做一做打击。刚才一度时间看到杰西·保罗想要去
从这个角度使用木村锁的搭扣，菲律宾选手在地面的激烈挣扎，使得他的体能迅速下降。然而从当前的局势来看，他依然没有展现出任何能够成功反抗的迹象，这是因为阿拉腾黑利的地面压制技术实在是太强大了。如果对手在赛前没有进行专门的针对性训练，或许他根本无法挣脱。另外，这场比赛对于阿拉腾黑利来说，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在赛前没有菲律宾选手对他的嘲讽，这可能还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但因为赛前对中国功夫的侮辱，这场比赛已经上升到了两国拳坛实力的对抗层面。再次的一个抱腿，再一个勾腿摔，漂亮。菲利在把这个站立的摔跤技术啊，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双方呢是刚开始快要滑出场外的时候，现在要回到场地中间，相处的技术开始。这是反映了摩伦学综合格斗的公平公正的规则。刚才这个动作，杰西保罗做的有些急，给了阿腾黑利前可以说是前估计自己最为擅长的这么一个体位的机会。好，第一局比赛结束。比赛终于来到了第二回合，上一回合的情况大家也都有目共睹，点数差距非常明显。阿拉腾黑利在站立和地面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尤其是在地面，完全没有给对手任何反抗的机会。所以在第二回合，阿拉腾黑利表现得十分冷静，因为在点数方面他有着较大的领先优势，所以他并不着急，只需要稳稳地保持住自己的点数优势，就能够轻松地赢得比赛。杰西保罗还是显得非常谨慎。我们看到黑利的这个站立的技巧啊，站立打击技巧也是非常的成熟，身体在不断的很自如的晃动。在距离这方面，但是每一个单击呢，再次的勾啊，那我们一看还是有勾腿的这个动作，但是没有成功。这时候杰西保罗要采取抱摔。还是没有拼过前自由式摔跤手黑利。做一个转身啊，在这也是非常的就要借力打。想去反抱腿，是一个圈头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断头台，这是黑利非常擅长的断头台，拍了，这个是黑利。比赛也是结束了，阿拉腾黑利在比赛中的表现非常出色，他在站立和地面都展现出了绝对的优势，尤其是在地面的压制技术，让对手毫无反抗之力。他的表现也得到了裁判和观众的认可。最后以一招倒立断头台结束比赛，更是让在场所有观众都大吃一惊。总的来说，阿拉腾黑利的表现非常出色，他的技术、战术和全面性都让人印象深刻。